印度 NDTV 主動放出美國商業衛星影像，中國西部2大高原機場出現至少11架歼20隱身戰機，新疆和田基地7架直面西段达拉克，西藏當雄機場4架瞄準東段藏南，7+4不多不少，剛好11架。這消息一出呀，互聯網立刻撕裂成2大陣營。一邊很多博主瘋狂轉播一個驚人兵推結論，一邊有人傳出驚人的兵推結論。同等交戰環境下，殲20集群能夠打出0:237的交換比，理論上可以全歼印度空軍主力。彈幕上一片沸騰，高呼降維打擊，橫掃喜馬拉雅。另一邊呢，理性派觀眾連連潑涼水，純屬流量噱頭。10幾架飛機怎麼可能對抗擁有數百架戰機的印度空軍？單純的制造爽文，收割播放量。說到這兒，咱就不得不提那個最關鍵的参照坐標——印巴武器空戰。那場實戰裡，巴基斯坦依靠殲10 CE 梟龍 Block 3搭配中國空導彈，在正面交鋒中直接撕碎印度引以為傲的阵風神話。那麼問題来了，連4代半戰機都能完成體系碾壓，升級到5代隱身戰機殲20，11架集群部署在中印邊境，一旦爆發空中摩擦，真實戰果上限到底在哪？為什麼偏偏拆分部署，分成7架與4架2支編隊，0:237的恐怖戰損比，到底是誇張謠言，還是存在理論依據呢？今天咱們跳出單機單挑的淺層套路，以57印巴空戰作為參照，客觀推演11架威龍抵達高原之後，印度空軍將要面對何等無解的困境。我是不爱放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友記。想要看懂這場兵力布局咱們必須先復盤印巴武器空戰，看懂印度空軍與生俱來的3大致命短板。只有讀懂他們在實戰裡暴露的弱點，咱們才能精準判斷11架殲20能打出怎樣的戰果。很多觀眾簡單認知，陣風是高端4代半，印度重金採購36架，就是南亞空戰天花板。武器空戰之前，印度各路專家常年放話，4架陣風就能抗衡20架敵方戰機，結果呢，被實戰狠狠打臉。印軍集結72架戰機發起突擊，包含陣風蘇30 MKI、米格29主力機型。巴基斯坦僅僅出動42架戰機，依靠殲10 CE 梟龍 Block 3配合預警機體系，全程實現先敵發現、先敵開火。整場超视距對抗，巴方宣稱零戰損，擊落多架印軍戰機，其中就包含寄予厚望的陣風。整場空戰暴露出印度空軍3個無法短期修補的硬傷，也是今天咱們要解讀殲20戰鬥力最重要的依據。第一，戰場態勢感知嚴重落後。陣風搭載的無源相控陣雷達，面對搭載有源相控陣雷達的中系戰機，探測距離被全面壓制，經常出現一個荒誕局面。巴基斯坦這邊戰機200公里以外就能鎖定目標，而印度陣風雷達屏幕上一片空白，直到導彈飛到身邊，警報響起來，飛行員才知道危險要來。第二，體系割裂，各機型無法協同。印度空軍裝備來源堪稱萬國博覽會，法國陣風、俄軍蘇30、以色列無人機，各國裝備數據鏈互不兼容，戰機之間難以共享目標信息，很難打出 A 射 B 導的協同戰術，只能各自為戰。第三，缺乏遠距離遠程空導彈優勢，陣風配備的流星導彈對比霹靂15E，在射程、雙向數據鏈抗干擾能力上全面處於下風。現代空戰，誰能在更遠距離穩定鎖定，誰就掌握主動權。很多人會抬槓，武器空戰只是小規模邊境衝突，不能等同於中印大規模對抗。這句話沒錯，但是道理相通。咱們可以做一個通俗類比，如果4代半的殲10 CE 相當於手持高精度步槍的精銳步兵，可以遠距離壓制拿着老式獵槍的對手，那麼隱身5代機殲20就是具備光學隱身，可以自由選擇交戰時機的特種狙擊手。对手聽得見槍聲，卻永遠找不到射手的位置。武器空戰正面，印度空軍連跟同代次先進戰機體系对抗都難以取勝，而現在需要直面具備代差碾壓能力的隱身戰機，這就是所有人都忽略的核心邏輯。咱們再回到外媒衛星拍到的核心信息，11架殲20没有集中在同一個基地，
西段和田7架，東段当雄4架。普通人的第一直觉，集中部署不好吗？地形条件、维修设施集中管理，保障压力更小。需要作戰的時候可以全部編隊出擊。兵家大忌恰恰就是兵力過度聚集。道德經講，曲則全，枉則直。有時候主動拆分力量，不是削弱戰力，而是提升生存能力、戰略彈性。第一重信號，規避一鍋端風險。落地分布式實戰作戰理念。現代戰爭遠程巡航導彈、彈道導彈可以精準打擊大型空軍基地。如果11架歼20全部停在單一機場，一旦遭遇敌方突襲，昂貴的隐身戰機有可能一次性全部癱瘓。而拆分2處支點，西段和田直面拉達克式控線，距離印度 DOB 前沿機場僅僅245公里；東段當雄扼守藏南方向，距離達旺实控線344公里。2處編隊獨立作戰，互相遠程策應。就算其中一處基地遭到打擊，另一支編隊依舊保留完整的作戰力量，不會全盤崩溃。第二重信號，雙線施壓，逼迫印度空軍被迫分兵防守。中印实控線綿延數千公里，分為東西2大衝突熱點。過去印度空軍可以集中主力，擇重點部署。如今我方同時在東西2大方向部署隱身戰機，印度必須同時防備2條戰線。原本數量就捉襟見肘的預警機、防空雷達、戰鬥機編隊，只能沿着漫長的邊境零散鋪開。孫子兵法虛實篇，我專而敵分，我專為一，敵分為10，是以10攻其一也。我們只用11架精銳隱身戰機，迫使對方數百架戰機全線緊繃，分攤防禦兵力，以少量精銳牽制海量敵軍，這就是最高明的威懾。與此同時這次部署還有一層隱藏含義。殲20高原常態化駐訓練體系徹底成熟。早些年，殲20在高原機場只是短期測試，階段性輪訓。高原稀薄空氣、低溫環境對發動機、航電系統後勤保障是巨大的考驗。如今大規模前沿部署，證明所有高原適配難題全部攻克。喜馬拉雅空域正式邁入5代機博弈时代，空中力量格局徹底改寫。這兒補充一個天然地理紅利。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，殲20從高原機場起飛，先天占據高空勢能，不需要耗費大量燃油持續爬升，空导彈發射初始動能大幅提升，有效射程天然增加。反觀印度一側，前沿機場大多坐落平原，他們的戰機想要進入交戰空域，必須持續翻越山脈，一高一低，地利形成的勢能差距，再多戰機都難以彌補。接下來咱們直面全網爭議最高的話題，網傳兵推0:237， 11架殲20理論上能否重創甚至團滅印度空軍？先說結論，直接照搬0:237當作開戰即全殲是流量爽文，但是這個數字背後揭示的5代機與4代機巨大的交換比，絕非憑空捏造。我們先溯源這個數據來源，最早的數據原型來自國內空軍內部對抗演習。殲20對陣我方體系完善、訓練成熟的殲16、殲10C 4代半機群，打出17:0的悬殊戰績，所以才逐步演化出0:237這個震撼的說法。想要理性分析我們結合武器空戰作為參照，分成2層看待。第一層，理想空域體系完整，單純空中截擊環境下，代差優勢會無限放大。空戰核心命脈是雷達反射截面積，也就是 RCS。阵风作為頂尖4代版，經過隱身修行 ，RCS 大約1平方米，而殲20迎頭 RCS 低至0.001平方米級別，探測差距相差上千倍。說白話就是殲20可以在200公里之外穩穩地鎖定陣風蘇30 MKI。反觀陣風竭盡全力，往往逼近到50公里之內才有可能捕捉到模糊的信號，想要穩定鎖定幾乎難如登天。現代超視距空戰200公里距離早已完成鎖定，發射導彈脫離整套流程，對手還沒發現敵人，空戰已經結束。武器空戰已經證明，僅僅是有源相控陣雷達帶來的探測優勢，就能單向壓制印軍陣風。一旦升級到隱身代差，等於戰場單向透明。殲20可以自由選擇交戰距離、交戰時機，打完隨時脫離。印度戰機全程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。連對手在哪兒都沒法確認。從純數學推演模型來說，
極高交換比具備理論可能性。這也是0:237這個說法廣泛傳播的底層邏輯。但是第二層3個不可忽視的現實約束，杜絕出現一箭全歼的劇本。約束一戰機存在彈藥出勤上限，每一架歼20內置彈倉掛載空空導彈數量有限，彈藥耗盡必須返航落地補給。持續高強度作戰狀態下，編隊出勤率會持續下滑，11架戰機不可能無休止的持續獵殺。約束2呢？印度擁有地面防空體系，印度部署 S-400遠程防空系統，大量地面預警雷達。雖然反隱身能力存在巨大短板，但是大規模組網之下，依然具備預警干擾能力，能夠壓縮殲20的戰術空間。現代空戰從來不是戰機1對1單挑遊戲。約束3，空戰不等於摧毀整個空軍。想要團滅印度空軍，不只是空中擊落戰機，還要打擊後方機場、維修廠房、油庫、指揮中心。僅僅依靠11架殲20制空作戰，沒法完成如此龐大的縱深打擊任務，徹底癱瘓一國空軍，需要導彈、遠程轟炸機、無人機多兵種聯合作戰。講到這兒，大家就能明白，0:237不是真實戰爭結果，更適合用來警示所有人：無隱身能力的4代機面對成熟5代機集群，空戰交換比會慘烈到難以想象。我們結合本次11架分散部署的設定，推演真實的戰場上限。一旦中印邊境爆發大規模空中衝突，西段7架殲20負責壓制拉達克方向印軍前沿機群預警平台，東段4架封鎖藏南空域，依托高原地利隱身優勢，優先獵殺印度預警機、電子偵察機這類高價值目標。孫子兵法講，擒賊先擒王。現代空戰，預警機就是整個空中編隊的大腦。只要打掉預警平台，印軍大量4代機直接變成失明的獵物。參考武器空戰，印軍暴露的體系缺陷：裝備互不兼容，協同能力薄弱，失去預警機支撐以後蘇30 MKI、陣風各自為戰，面對隱身戰機獵殺，很難組織有效防禦。這種局面之下，11架殲20不需要全殲數百架印軍戰機，只需要奪取邊境空域制空權，持續壓制前沿空中力量，就足以徹底扭轉實戰線空中格局。當年武器空戰4代半裝備就打破陣風的無敵神話，倘若升級到殲20登場，等於難度再下降一個量級。這也是衛星消息曝光之後，印度輿論集體破防的核心原因。此前，印度各路專家常年吹牛逼，陣風足以抗衡中方戰機。NDTV 採訪印度前飛行員，論調徹底反轉，坦然承認北部邊境隱身威脅已經成為新常態。很多印度網友還在自我安慰，依靠近距離狗鬥，陣風機動性強，可以逆轉差距。這個想法在現代空戰體系下根本就行不通。如今空戰主流交戰距離普遍超過100公里，超視距打擊成為主流。殲20根本就不可能給陣風貼身纏鬥的機會。就算極少數情況被迫進入近距離交戰，殲20搭載光電分布式孔徑系統、頭盔瞄準器、霹靂10月間發射導彈，近距離對抗同樣佔據上風。更讓印度焦慮的長期賽道的差距。印度自研 AMCA， 也就是光輝5代機項目，一拖再拖，普遍預估至少10年之內無法量產服役。外購 F-35要看美國的臉色，蘇57產能嚴重不足。未來很長一段時間，印度空軍壓根沒有可用的國產隱身戰機。一邊殲20持續批量生產，常態化向西部方向投放；一邊呢，長期缺少5代機，空中力量差距只會持續拉大。血翼橫空起戰壓，威龍11震天涯。何須鐵血封疆界，一指雲圖定漢家。很多人執着糾結0:237的真假，執着於爭辯11架戰機是多還是少，卻始終看不懂大國布局的頂級智慧。57印巴空戰早已撕開假象，萬國拼湊的雜牌體系永遠贏不了體系完整、迭代不止的現代化空軍力量。印度耗費數十年、千億軍費堆砌的南亞空中優勢，在中式體系面前早已是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。古人云善戰者無赫赫之功，善勝者不爭寸土。我們11架殲20東西雙線分布式布陣，不求一戰封神的流量爽感，不追凌空廝殺的紙面戰績，而是以兵家虛實之道，分敵兵力，亂敵部署，夺敵先機，定乾坤與無形。我是白放大招，点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